既浮游天地，渺沧海之一粟。当你来到恩施大峡谷的时候呢，你就会感受到我们是多么的渺小，而造物主他到底是有多么的厉害。当你来到恩施大峡谷的时候呢，你可能不需要旅游，但是呢，当你真的需要自驾到这里的时候呢，你可能真的需要一辆 MG5。今天呢，我们的任务呢就是来试驾这台 MG5 啊。首先呢，我觉得这款车子呢，相对于我们现在很多朋友来说呢，都已经非常熟悉了，因为呢，它上市到现在已经有几年时间了啊。然后呢，在前不久呢，它上市了全新的改款车型，那就是现在这个版本了。大家可以看到啊，它的整个设计呢，基本上延续了上一代的风格，但是呢，很多的细节有些变化，比如说中网这块呢，采用了这种直瀑式的格栅啊，看上去呢是非常的漂亮，而且内部呢采用的是中网啊，采用的是那种蜂窝状的设计。整个的这种感觉是非常的震撼的，然后呢也很运动，包括呢它的整个这个车头以及它的这个大灯啊，采用的类似于这种非常锐利的这种线条的感觉，是给人非常强烈的这种运动感的。而且呢，这款车子的宽度呢是1842毫米啊，这个宽度我可以拿一个非常就是鲜明的例子对比。它的宽度是要比帕萨特的宽度还要宽的，那所以说呢，以横向的宽度去降低纵向的高度，其实呢，这台车子在设计上呢有一个非常巧妙的设计，这个呢也不得不服。OK， 那车身侧面呢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它的整个的造型是溜背设计，而且呢，在尾部有一个 fastback 的这种感觉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溜背设计。其实呢，在 MG 品牌上呢，有非常多的产品啊，比如说 MG6。MG 的7、MG4 EV 以及现在的 MG5，它们的设计呢都非常的运动化啊，这是真的是一种传承。而且呢，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腰线从这个地方一个下降，然后从这地方有一个上升，他们官方呢叫抱月腰线啊，这种线呢给人一种非常明显的一个动势啊，让它在静态的时候呢就有一种跃跃欲试的这种往前冲的感觉。那在进车内之前呢，我刚刚注意到一个细节啊，就是它的这个配置呢，内部呢这个后视镜下方呢是有一个摄像头的啊。那么在workshop的时候呢，那个官方的人员表示了，说这个车子呢，它是540度高清的影像，是全系标配的。那我在想6万的产品到7、8万的产品这个价位里边能够做到这个配置的，说实话真的不多。OK， 那咱们现在呢去车内感受一下。OK， 那坐在车里边呢，你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这款车子的设计呢是非常对称的感觉。然后呢，悬浮式这个屏幕呢和这个仪表盘呢都是12.3英寸的高清大屏幕。然后呢，它的整个方向盘也是多功能方向盘，包括它的空调的出风口，我个人觉得都是非常的有设计感的。另外呢，就是它的整个中台下方呢有2个 USB 电源接口，可以供手机充电，然后呢还能够放2个手机在这个位置包括它的电子挡杆以及电子手刹 OO 的这个功能都是有的。我觉得在整个的这种使用便利性方面呢，这款车子呢绝对是没问题的。包括呢这款车的座椅呢，它其实呢给人感觉是这种类似于赛车同椅的感觉，但是呢因为成本原因呢，它做真皮定式座椅。但是呢你可以看到我的这个肩膀这个位置，它其实是有专门的承托的，包括腰部这个位置也是有承托的。这样的座椅的设计能够很好的保证我们在驾驶车辆的时候呢，拥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稳定性。这个呢也是非常值得点赞的地方。现在呢，我行驶在的是这个恩施大峡谷附近的这个山上然后呢，这个地方呢，它地处于这个神农架的南边然后整个的这个山势呢还是比较险峻的。然后呢，恩施大峡谷往这个外边走的时候呢，这个路呢其实还是比较陡的它是在山上修出来的这种水泥路，然后呢，整个这个山路就基本上就是还有这种回头弯而且是下坡的回头弯，非常的陡，而且呢，整个的这个路也比较窄但是这个时候呢，刚才我们上山的时候呢，也能够明显看得出来就是 MG5 呢，它在整个山路上的行驶质感，就是虽然说它价格很便宜就是入门级产品呢只有6万多块钱的价格，但是呢，它真的
就是这种车身小巧的这种属性能发挥出来，很灵动，跟随性也非常的好。而就是除了这个1.5升的动力在山路上开起来可能稍微有点吃力啊，但是呢，整体的这个转向，包括它这个悬架系统，都还能够反映出来这款车子它应有的表现啊，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。在高配产品上呢 ，MG5 呢其实呢还是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好的配置，就是 MG5 电子的限滑差速器。那么这样一个配置呢，其实可以在我们行驶过程中呢，它能够给我们提供非常好的这个弯道的属性啊，这个也是能够体现出它的这个操控感的啊。但是呢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这个产品啊，在10万块钱以内的这个产品，它的这个配置给到你的是什么样配置？因为呢，像这个 XDS 这个功能呢，其实这个配置啊，其实是在你像20万左右的产品上才会有的，像高尔夫 GTI 是吧？它是有这样功能的。而这个车，说实话，真的啊，太顶了，真的太顶了。这样的山路上行驶起来，真的可以说是得心应手的感觉，真的非常的 OK。刹车也是非常的沉稳，非常的有力。当我们想要刹车的时候呢，它的这个线性程度非常的高，就是你刹多少，你就要多少刹车力，你就踩多少，它能给你多少，没有任何的悬念啊，不让你去猜它的这个制动力到底有多少。所以说呢，我觉得啊，这样的一个产品，其实呢，在这个价位里边是很值得推荐给大家的。你看，下边又是一个发卡弯啊，还是一个下坡的发卡弯。我们现在制动，然后进入弯道 ，OK，然后下，你看就是这么的流畅啊。远处呢就是恩施大峡谷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一个大山啊，这个大山呢，它的横截面是非常显著的啊。就从远处看这个山呢，它其实是有一种这个壁立万仞的感觉，世界好像在这一瞬间回归了平静。因为在白路上呢，它的这个沥青的面呢会更加的这个软一点啊，然后呢平整度会更高一点，所以说呢，这个时候呢就行驶起来就非常的安静。那么大家现在看到我这个画面呢，可能稍微有点暗，因为我们呢是在这个恩施大峡谷呢，我们现在往山上走啊，而且呢是在下山的一个情况啊。然后呢，目前呢我们这个山上的这个林子呢是非常的茂密的，而且呢都是针叶林啊，这个可以证明这个海拔确实还是有点高的。然后再往下走，我们现在下山。下山啊，其实对于这个车子的这个稳定性啊，尤其是悬架系统，其实是有一定考验的。那么这台车子呢，其实是全系标配的 XDS 这个弯道稳定系统的这个动态控制系统啊，这个东西呢，其实说白了就是能够让你在弯道行驶的时候呢，拥有更好的、更稳定的一个稳健的一个姿态。那么我们现在行驶在这弯道上的时候呢，虽然说啊这个弯道呢是比较多，但是呢，我个人觉得可能是以驾驶者的角度来说呢，这个弯道通过的话非常的轻松。这车子呢是跟我们上午开的那台不太一样啊，我们上午呢那个是一个1.5升自吸的啊，1.5升自吸呢它匹配的是一个 CVT 变速箱。但是呢，这个 1.5T 的发动机呢是上汽的明星发动机，它是来自于这个上汽，然后呢，它的整个的这个动力表现呢是非常好的啊，最大功率呢是181匹的马力啊，这个动力是比较强的啊，在这个 A 级车里边真的算是很强的一个表现，而且这个价格，我们一直在强这个价格，真的非常的低，它的价格呢不到10万块钱，你就可以买到 1.5T 发动机的 A 级车的。MG5 了啊，所以说呢，我觉得这个，其实我个人觉得它可以叫 MG5S， 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太卷了，太卷了，太卷了。现在，所以说呢，它叫 MG5，但是呢，它有 1.5T 的发动机。那变速箱方面呢，它是一个7档的湿式双离合变速箱啊，这个变速箱呢的故障率呢也是非常低的啊，包括它这个发动机呢，它在整个这个国内的这个市场中呢。在市场上也是有过很多的验证了，就是故障率低，然后呢，整个的这个性能表现也都非常不错
所以说呢，我个人觉得啊，这个 MG5它整个就是它给你的最直观的感受，在路上行驶起来的时候呢，表现非常的稳健，非常的可靠。不管是上山还是下山，上山的时候呢有 1.5T 的发动机，下山的时候呢有 XDS 弯道动态控制系统，所以说呢，你整个的驾驶的感受呢就非常的从容，真的是只能用从容两个字来形容。即便是它是一台 A 级车，只有不到10万块钱的价格。那关于这台车的动态表现呢，其实呢还有一个比较值得说的地方，就是官方今天 workshop 的时候也讲到了，就是它配备了 EPS Pro 这个功能啊。其实呢听着有点拗口啊，就是有点像 ESP， 其实它是 EPS， 其实是转向系统啊。那这个转向系统呢，其实它是有3种这个模式的啊，有轻盈、有标准，还有运动啊。我开起来的时候呢，就我个人感觉它是比较轻盈的，但是我现在还没有调它的这个模式啊。但是呢，大家如果说喜欢稳重一点、沉稳一点那种驾驶风格的话，其实你可以调节一下它的这个方向的这个转向的手感啊，转手感。那么它的这个路感也算是还 OK 啊，虽然说电子转向。那么在当前的这个国内汽车市场中呢，很多厂家呢在宣传这个产品的时候呢，他们也都会强调自己的车身的到底的安全程度如何。那么当然 MG5 呢也不会错过这样的一个窗口。那么这次的 MG5 他们官方表示啊，这次他们车身的扭转高呢达到了25600多牛米每度啊，所以说呢没有一个很直观的一个感受，但是呢他们说了，这个扭转刚度的数据其实是跟沃尔沃的 XC90 是一样的啊，其实是一个很夸张的一个数据，因为呢它只是一个 A 级车，对吧？那么你能够在这个路上行驶起来的时候，也能够其实能够感受到啊，它的整个的底盘的反馈，包括整个车身的跟随性，都跟它的这个刚性是有关系的。那么一方面尺寸也不大，所以说呢，它的这个灵动性也比较好的。这一点其实我个人觉得啊，就 MG5在市场上能够受到比较欢迎的一个地方就在这里。那么除了这些比较硬核的这个参数数据之外呢，其实呢在科技配置方面呢，这款车呢它也搭载了这个上汽最新的斑马智行系统。基本上大概是在2016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样功能，当时呢就在市场上给人们感觉就是比较震撼、比较颠覆的一个功能。那么现在呢，这套系统呢也是上汽最新的这个功能啊，它的整个的产品力呢有着比较强的一个表现，就是它可以连续对话90秒，你的很多观点呢，你的很多想法，就是你可以通过连续对话的功能就可以去给它实现对话啊。这样的功能其实我个人觉得在很多年前啊就是没有的嘛。然后呢，当你想要跟这个车机想告诉它要实现一些功能的时候呢，还是需要连续对话的啊。就是这样的话，现在还是比较方便的，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地方。OK， 那关于这台车子的动态表现呢，我们基本上也就说差不多了啊。关于这台车子的卖点以及大家驾驶起来爽点啊，我们都已经跟大家聊差不多了。那么一会儿呢，我们找个地方呢，跟大家总结一下。经过了一天的试驾呢，我在整个就是这个山里边感受到了名爵 MG5它能够给我所带来的那种驾驶感受上的那种震撼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在这个山里边，如果说你要去任何一个地方，就一定会有弯道。那有弯道的时候，那这个车子它的这种稳定性，车子能够给你传达的那种舒适感，也能够很直观的传递给你。那经过这一天试驾，我个人觉得就是 MG5这款车型呢，它不仅是在颜值上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优势然后呢，它在动力上，然后呢，在操控性上，以及在它的这个科技配置方面等等我觉得都还是非常非常有优势的。那么所以说呢，我个人觉得当你的预算在10万块以下，你想买一台家用的 A 级轿车的时候，MG5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。你说呢？